泽连斯基正面硬刚，拒绝3天停火要求。莫斯科发生大爆炸，击掉280套防空系统。乌克兰参加伦敦举行的胜利日纪念阅兵，打击重点南移，乌军截断可持大桥。乌军24小时击落2架苏30战机，300艘俄高速艇强渡第聂伯河。普京称同乌克兰和解不可避免，这话可信吗？特朗普解决不了俄乌战争，要认怂跑路。欧盟对乌军事支持增加1倍。捷克为基辅创建 F-16学院。乌克兰将拥有10套爱国者系统。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为泽连斯基点赞，就该这么刚，不要让普京说什么是什么。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目前泽连斯基已经明确拒绝了克里姆林宫提出的3天停火要求，并在与记者的闭门交流中明确表示，乌克兰无法保证外国代表在5月9日赴莫斯科参加阅兵活动期间的安全。其幕僚长伊尔马克更是在朋友圈发了这张照片。再加上乌克兰目前能够袭击莫斯科的远程攻击武器非常多，如射程1000公里的海王星导弹，射程600公里的弹道导弹雷霆2和有隼，以及射程700公里的导弹无人机帕利亚尼西亚和大量远程攻击无人机等等。因此，就火力军而言，乌军在5月9日对俄罗斯红场发动打击的概率还是很大的。而在5月9日前，乌军对俄罗斯各高价值目标的打击频率也在大幅增加。综合 NextA 新闻和 Ostra 频道报道，俄罗斯的弗努科沃机场疑似遭到不明无人机的威胁，一度暂停了所有航班。紧接着，莫斯科市中心图列涅夫街的一栋高层建筑发生火灾，传出了强烈的爆炸声。当地紧急出动至少20辆救援车和60名消防员进行灭火，目前尚未有证据证明是乌克兰特工所为。而俄方给出的声明则是，火灾是由于9楼的燃气爆炸引起的，目前已导致15人受伤。总之，这几天乌军的打击行动给人一种离5月9日胜利日庆典越近，打击活动越频繁的感觉。为此，俄罗斯还被爆出从各地运来了约280套防空系统来保护莫斯科，甚至不惜从喀山等核心城市调来包括 S-400、铠甲和道尔系列在内的防空系统。可见乌军袭击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压力。截至目前，俄方尚未对调集防空系统守卫莫斯科一事做出评论。不过，莫斯科加强防御部署却是不争的事实，而这或许也会让喀山等地成为乌军的新目标。而除了空中打击外，乌克兰是否会继续派遣特工深入莫斯科发起破坏，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毕竟在这之前，乌克兰情报总局的特工就曾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各类清除和破坏任务。值得一提的是，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5月5日星期一，乌克兰军人将参加在伦敦举行的胜利日纪念阅兵式，以庆祝欧洲胜利日80周年。英国国防部宣布，乌克兰军人将与大约1000名英军官兵一道在伦敦市中心进行联合行进。英方表示，此举象征着国际社会对乌克兰抗击俄军武装非法入侵的坚定支持。据悉，参与此次阅兵的乌方代表是部署在英国参与英勇行动任务的乌军士兵，而英勇行动是一项由英国牵头、12个盟国共参与的培训项目，旨在对乌克兰新兵进行战斗训练。该项目自2022年夏季启动以来，已为超过5.4万名乌克兰士兵提供了培训，支持其奔赴前线作战。前线方向，乌军的打击重点正在南移。在乌克兰导弹、无人艇与无人机连续3天的饱和攻击下，俄占克里米亚的贝尔贝克、卡加、萨基等4座军用机场、多座雷达站以及弹药库被摧毁或重创。尽管俄方宣布击落了所有来袭的乌军导弹和无人机，但据乌方报道并经流出的视频证实，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军事资产在乌军多款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打击下损失惨重。如5月2日夜间，乌克兰情报总局特种部队出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从流出的空袭视频中，贝尔贝克、卡恰、萨基空军基地与多座雷达站传出了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又或是5月3日和4日凌晨时分，乌军至少出动50架无人机、10艘无人艇袭击克里米亚的多个俄军目标，甚至刻赤大桥的桥面都因袭击出现了断裂。根据乌方公布的初步结果，俄罗斯至少损失了6.7亿美元的高价值军事资产。而俄方坚决否认刻赤大桥被击中，但其却在袭击后紧急关闭了大桥。而且根据塔斯社和奥斯特频道的共同报道，
无人机残骸连续击中了新罗西斯克港的一座粮食码头、3个储备罐以及3栋市区居民楼受损，所以这很可能是继2022年之后科什大桥遭受的最大程度空袭。更为关键的是，乌克兰海军发言人普列滕丘克表示，乌军将在整个5月大大增强对克里米亚俄军的打击力度。而在5月6日，梅尔茨成为德国总理后，金牛座导弹转移也将被提上日程。届时，若是将科什大桥摧毁、截断，克里米亚的14万俄军补给将愈发困难。此外，有关乌军24小时击落俄军2架苏30战机的消息，目前已得到了确认。据悉，是乌军3艘马古拉维奇无人艇在距新罗西斯克港50海里处遭到了俄军苏30 SM 攻击，随即马古拉维奇使用搭载的 AM9M 响尾蛇导弹进行回击，俄军战机瞬间成了火球。其中1架苏30的2名飞行员跳伞获救，另一架飞机上的2名飞行员当场死亡。乌军方称，这是世界上首例无人艇击落固定翼战斗机。泽连斯基也在全国民众例行讲话中宣布，乌军24小时内击落了俄军2架战斗机。另一方面，乌克兰海军陆战队还突袭了黑海水域，其通过2艘无人艇分别搭载导弹和 FPV 无人机，成功点燃了俄军的油气钻井平台。别小看乌军这些零散的攻击，火力军认为，乌军攻击这些资源目标的一大用意，就是希望以此为跳板，控制黑海的更多区域，从而为克里米亚北部乃至赫尔松地区的行动提前做部署。从南到北，根据乌克兰军方的报道，赫尔松前线的俄军集结了300余艘高速艇，组成了一支水上打击舰队，似乎是准备强渡第聂伯河。突破点，火力军推测大概会选择在第聂伯河沼泽岛屿与安东诺夫大桥附近，这也是为什么乌军突然加大空袭的原因。同时，乌军还有7个旅进入了战斗状态。整体来看，乌军目前在斯瓦科夫至克里米亚一线与南顿新帕利夫卡方向的压力较大。红军村方向，俄乌双方在该处战场开启了全攻全守模式。如俄第2集团军一部和第5集团军一部以及第90坦克师企图向西南方向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界线推进，但遭到了乌军第5重型机械化旅、第32突击团以及第92旅黑渊无人机营等部全力阻击，推进陷入停滞。俄第41集团军第35近卫摩步旅则集结装甲车、摩托车、4轮车等98辆装备，向乌军第31旅阵地发起多轮冲击。在昨日战斗中，双方共7次交火，进攻的俄军在被摧毁各种装备60辆、被清除91名步兵、重伤52人后兵败溃逃。又或是俄第36集团军一部昨日从舍甫琴科的贝尔基卡方向一度攻入了红军城南郊，但孤军深入的突击队很快被乌军第72旅和第155基辅安纳旅击溃。与此同时，乌军第59和第66旅还一方面猛烈打击俄军后勤补给线，一方面对科特蒂涅和索罗涅突出部的俄军第15近卫摩步旅进行战术挤压，迫使东翼、南翼俄军救援分散压力。乌军第425安卡拉突击团和第42机械化团则在巴拉尼夫卡南部打垮了俄军第35摩步营，摧毁其指挥所，还焚烧了俄军国旗。托列斯克方向，乌军斩获较大，不仅收复了俄军特种部队5月1日插进前沿阵地4公里长的钉子，还安排乌军第12旅在谢尔比尼夫卡方向穿插进入了俄军阵地深处。目前该方向战斗尚不明朗。不过，据战争研究所5月5日的报道显示，接下来托列茨克将迎来一场大战，因为俄军司令部最近将部署在库拉霍夫和扎波罗热西部方向的俄军第68集团军和第58联合武装集团军重新部署到了托列茨克方向，且进攻方向据推测是马林伊夫卡和米尔诺格勒。这样一来，既能清除包围圈内的乌军，也能打通托列茨克和红军村的直接联系，实现对红军村的直接包围，到达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界。俄军这种围3缺1，迫使乌军主动撤退的战术，自2024年以来一直在使用，且导致乌军先后失去武赫勒达尔、库拉霍沃、谢里杜河等10多个战术支撑点，始终无法破解。但如今，乌克兰空军已逐渐形成了战斗力，可以集中战机与重型无人机多次高频率地轰炸俄军集结地，让其无法聚集攻击动能。如在巴赫穆特方向 ，IBC 新闻援引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报告称，乌军对巴赫穆特市附近的俄军指挥所进行精准导弹袭击，成功摧毁了俄军第6机械化步兵师指挥中心。从披露的画面看，乌克兰空军驾驶苏27快速向辛格罗季夫卡的俄军指挥所投掷了 GDAM 炸弹，并造成了连续的爆炸。目前，该指挥所的几处建筑已被夷为平地，
俄军人员和装备损失的信息正在确认。乌克兰总参谋部称，这项精准打击大大削弱了俄军指挥能力，战场的胜负还有未可知。库皮扬斯克方向，双方各有所得。俄军扩大了奥斯基尔河西北方向的阵地，乌军则在南部收复了波罗瓦、博胡斯拉夫卡和扎赫雷佐夫等停据点和多个前沿阵地。哈尔科夫方向，乌克兰空军出动苏27，投掷 GBU-62小直径航弹，将利布奇附近的一座俄军团级指挥所摧毁。至于俄罗斯战场，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地区，俄军无法将乌军赶出去，甚至乌军在库尔斯克的控制区似乎有所扩大。如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乌军于昨日越过边境线，突袭了特特基诺、波波沃莱扎奇以及东部的新街村。俄方消息显示，乌军先用排雷设备在边境开辟了一条穿过俄罗斯雷区的道路，随后于凌晨时分对上述3个地点进行了快速突袭。在与俄军第5防空导弹团发生了小型武器冲突后，乌军目前已撤回苏美洲。而在此之前，乌军先是袭击了特特基诺村附近的俄军侦察和打击无人机指挥所，并清除了多达20名俄罗斯军人，同时又摧毁了塞姆河上的桥梁。对此，战争研究所分析认为，乌军正试图夺取特特基诺村乃至整个格鲁什科夫斯基区。据乌总参谋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5日，乌军共歼灭俄军1260人，歼敌总数958070人，摧毁坦克5辆，火炮43门。战场之外，普京称乌克兰和解不可避免，但特朗普却再次威胁要退出谈判。据路透社报道，普京声称同乌克兰的和解将不可避免，表示双方和解只是时间问题。此外，对于核武器问题，普京也选择了降温，他称没有必要对乌克兰发动核打击。接着，普京又话锋一转地强调，即使没有核武器，俄罗斯也有足够的力量和资源来完成特别行动。那么，俄罗斯卡在5月9日释放和解信号，真的可信吗？俄乌战争以来，莫斯科方面曾数次发出威胁，警告俄军会对乌克兰乃至整个北约动用核武器。开始，他们曾将北约军援乌克兰视为触发核打击的红线，接着又将红线的范围扩大为远程 F-16战机。再后来，北约解除乌军远程导弹的使用限制，也被视为一条红线。不过，这些始终都没有真正触发核攻击。现在俄方主动为使用核武器降温，确实有妥协和想要和谈的趋势。但后面一句，即使没有核武器，俄罗斯有足够力量和资源来完成特别行动，加上又卡在5月9日这个特别的日期，给火力军的感觉就是营造一种俄罗斯希望和平的假象。因为若是5月9日期间乌克兰没有发动打击，普京的阅兵仪式就能顺利进行；若是乌克兰发动打击，则能给外界造成乌克兰蓄意破坏和谈的印象。而且那句双方和解只是时间问题，也说明俄罗斯可以和谈，但什么时候谈，谈到什么时候就不得而知了。另一方面，特朗普再次威胁要退出俄乌谈判，表示不玩了。不过他的言论已越来越语无伦次。如特朗普在接受 NBC 采访时，他先是指责各方都在破坏和谈进程，随后又强调看到了一些积极因素，于是他准备继续推动停火协议。但接着又表示，他需要2周到1个月的时间来确定普京是否在欺骗他，届时将做出退出俄乌和谈的最后决定。说实话，火力军根本无法理解特朗普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或许总结起来就一句：特朗普解决不了俄乌战争，要认怂跑路。其实，如今的乌克兰正通过矿产协议从美国手里获得装备和技术支持，如美国新批准的3.1亿美元的援助，将专门用于支持乌克兰的 F-16战机。因此，特朗普退出就退出吧。而且，若特朗普不能说服俄罗斯实现和平，欧盟还将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增加1倍。5月5日，欧盟国防事务委员安德留斯·库比利乌斯表示，如果特朗普不能带来和平，欧洲将用实力来帮助乌克兰。欧盟可以通过直接从乌克兰制造商购买武器，来显著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库比利乌斯解释说，乌克兰生产的武器成本大约是欧盟或美国同类武器价格的1半。因此，在不增加预算及400亿欧元的情况下，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数量实际上可以翻一番，支持的实际价值将上升到800亿欧元。库比利乌斯还特别关注欧洲安全行动贷款，该贷款允许成员国为乌克兰的军事采购提供资金。他认为，这为实现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开辟了道路。此外，据路透社报道，欧洲多国目前已开启了倾囊相助模式，他们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比如法国2025年计划将 ASM 铁锤制导航弹产量增加到1200枚，且全部送给乌克兰。英国也将所拥有的60门 AS90 自行火炮悉数转移给乌克兰。爱沙尼亚自5月3日起开始将全部的6套海马斯火箭炮悉数向乌克兰转移。而正在捷克访问的泽连斯基还得到捷克总统帕维尔保证，即捷克将在2025年向乌克兰提供180万发炮弹，加上欧盟200万发以及乌克兰国产的255万发炮弹，乌克兰在2025年将拥有600万发的炮弹储备。此外，捷克还计划为乌克兰修建一所 F-16学院，用以训练飞行员，并提供相应的配套措施。由此可见，欧洲要全力以赴了，俄罗斯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至于美国方面，据《纽约时报》报道称，乌克兰将于今年夏天收到第一套部署在以色列的爱国者3防空系统。此外，德国和希腊也将移交一套爱国者，这些防空系统将在维修升级后运往基辅。目前乌克兰共有8套爱国者系统，如果加上这2款，乌军拥有的数量将达到10套。与战场需求相比，虽然10套爱国者还远远不够，但德国的 IRST 系统和法意的自愿忠诚防空系统也在加速下线。只要倾囊相助的模式开启，乌克兰就不会因武器弹药不足而失败，而俄军的兵败指日可待。无论拼经济、拼资源、拼消耗，欧洲都是俄罗斯数十倍。现在还不清楚这些决定是不是特朗普受益的，因为早在去年拜登还是总统时，就传出了以色列要将退役的爱国者系统援助给乌克兰的消息。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份矿产协议让乌克兰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变。88万乌军很可能会在俄军夏季攻势发起前率先展开反击。根据媒体，就在美国与伊朗就核协议进行谈判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4月27日再次呼吁，以色列能接受的唯一一份美伊之间的好协议，必须包含拆除伊朗核项目的全部基础设施，包括民用与军用设施。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双方达成的协议过于宽松的话，伊朗势必会选择拖延时间，比如等待特朗普任期结束，然后再重新开启核项目。想要消除核威胁，就绝不能允许伊朗进行铀浓缩，甚至不允许伊朗保留铀浓缩的能力。另外，伊朗弹道导弹生产能力也应该成为谈判的一部分。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应该阻止伊朗继续发展弹道导弹。内塔尼亚胡警告称，糟糕的协议比没有协议更糟糕。这与同日特朗普的表态形成鲜明对比。当天，特朗普表示核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针对内塔尼亚胡的言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以色列在做梦，认为可以左右伊朗行为，这种幻象与现实相距甚远，几乎不值得回应。自4月12日以来，在阿曼的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经进行了3轮间接谈判，第4轮谈判将于5月3日进行。不过，在第3轮谈判结束之后，阿拉格齐表示，双方之间的重大分歧尚未解决。有媒体表示，尽管美国与伊朗都决心寻求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问题，但在这个持续20余年的争端上，双方共识比较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周表示，伊朗可以拥有民用核计划，但不允许进行铀浓缩。对此，伊朗官员表示，愿意就核活动进行一些限制谈判，来换取国际制裁的解除，但终止浓缩铀计划或交出浓缩铀库存是伊朗在谈判中不能妥协的红线。根据媒体报道，美国海军已经终止了高超音速空射进攻性导弹计划，原因是难以克服预算问题，同时导弹性能不佳。美国海军无人航空与打击武器执行官证实，该武器系统在预算与操作方面不可行后，已经在2024年秋取消了该项目。根据报道 ，HALO 项目原计划在2029财年具备早期作战能力，2031年具备初始作战能力，可以远距离打击高价值水面目标。而作为进攻性反水面战增量1计划的组成部分，欧马公司的远程反舰导弹 LRASM 对软硬件进行了重大升级，以提高精准度和有效性，将逐渐成为海军新一代反水面武器系统。不过有分析认为，相较于高超音速武器， LRASM 结合了低雷达截面和最小红外特征，以及先进的半自动导航系统，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以确保导弹在电子战环境中的生存能力与精确性。隐身特性也将使得 LRASM 更难被拦截，将为美国海军提供有效的战术解决方案，从而抵消因取消 HALO 而失去的一些优势。不过在作战层面上，取消 HALO 项目可能会造成美国海军能力缺口。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乌军会在5月9日袭击俄罗斯红场吗？特朗普又是否会真的退出俄乌和谈？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